银河系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银河系的中心那么亮？当你仰望夜空，看到那条横亘天际的银河时，你是否曾好奇过，那个最亮、最浓密的部分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银河系的中心为什么总是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光芒？今天，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穿越10万光年的旅程，去探索宇宙中我们家园最神秘的核心。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夏夜的草原上仰望银河时，你看到的那条璀璨光带，其实只是我们银河系的一小部分。如果把银河系比作一个巨大的城市，那么我们生活的太阳系大概位于这座城市的郊区地带，而真正的繁华中心在距离我们26000光年的地方。今晚我要带你认识的，就是那个我们永远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却时时刻刻在塑造着整个银河系命运的所在——银河系的中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银河系的中心区域亮度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据天文学家观测，银河系中心1平方光年范围内的亮度，比我们太阳系周围同等面积要高出数百万倍。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如果把银河系中心区域比作一个足球场，那么在这个足球场里，发光体的密度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灯光都塞进来。这就是银河系中心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明亮、密集，充满力量。但这种明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宇宙奥秘呢？要理解银河系的中心，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银河系本身的结构。天文学家告诉我们，银河系是一个棒旋星系，直径大约10万光年，厚度约2万光年。从侧面看，银河系像一个微微膨胀的飞碟，中间厚，边缘薄。银河系的主要结构包括银盘、核球、银晕和旋臂。银盘是我们最熟悉的部分，包含着2000多亿颗恒星。太阳就位于其中一条叫做猎户臂的旋臂上。核球则是银河系中心区域的椭球形结构，直径约1万光年，聚集着大量古老的恒星。而银晕则是一个包裹着整个星系的稀薄球形区域，含有许多古老的球状星团和暗物质。今晚我们要探索的核心区域主要集中在核球的中心地带，那里被称为银河系的最中心。天文学家给这个神秘区域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人马座 A。这是一个位于射手座方向的射电源，因为银河系中心正好位于人马座的方向，所以得名。人马座 A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体，它是银河系中心最强大的射电辐射源，跨度达到数十光年。但真正让天文学家着迷的是隐藏在人马座 A 中心的那个存在——人马座 A。这个带有星号的名称可不是随便起的。Asterisk 在拉丁语中是星的意思。天文学家给它加上这个符号，是因为在所有的观测数据中，它表现出了极为特殊的性质，被认为是我们银河系中心最核心的天体。那么，人马座 A 到底是什么呢？经过数十年的观测和研究，科学家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马座 A 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这个黑洞的质量有多大？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你，大约相当于400万个太阳的质量。想象一下，
一个质量如此巨大的天体，被压缩在一个直径只有大约4400万公里的范围内。太阳的直径是139万公里，而这个黑洞的世界直径大约只有太阳直径的30倍左右。把它放在太阳系中心，它的世界边缘大概能延伸到水星轨道以内。黑洞，这个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就潜伏在我们银河系的核心位置。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可能会让你困惑：如果黑洞本身不发光，我们看不到黑洞，那么为什么银河系的中心还那么亮呢？这就要说到黑洞的独特性质了。虽然黑洞本身不发光，但黑洞周围的物质却在疯狂地发光。当天文学家观测银河系中心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景象：在人马座 A 周围，恒星的密度高得不可思议。想象一下，在地球附近的星际空间，一颗恒星平均占据着数十光年的空间，但在银河系中心，同样的空间里可能挤着数万甚至数十万颗恒星。这些恒星为什么会如此密集地聚集在银河系中心呢？这要从银河系的形成历史说起。在大约130亿年前，我们的银河系还只是一个刚刚形成的雏形。那时候，银河系中的气体和物质正在向中心坠落，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不断地把物质输送到核心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质逐渐坍缩，形成了密集的恒星群，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核球。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区域的引力越来越强，因为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质量越大，引力越强，引力越强，吸引的物质越多。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在银河系中心形成了一个引力市井。所有的物质，包括恒星、气体和尘埃，都在向这个中心汇聚。在这个汇聚过程中，恒星之间会发生频繁的近距离接触。想象一下，在一个拥挤的舞厅里，人们不断碰撞、擦肩而过。在银河系中心的核球里，恒星们也在进行着类似的舞蹈，只不过这个舞厅里的舞伴数量是地球上一线城市人口的1000万倍。这种密集的恒星环境造就了银河系中心令人惊叹的亮度。具体来说，银河系中心之所以那么亮，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恒星数量极其密集，在核球的中心区域，恒星的密度是银河系其他区域的数百万倍。这意味着单位体积内发出的光亮要高出太多太多。当你看向银河系中心方向时，你实际上是在看数十亿颗恒星叠加在一起的集体光芒。第二，存在大量古老的红巨星。在银河系中心区域，有许多年龄超过100亿年的古老恒星。这些恒星已经演化到了恒星生命的晚期，体积膨胀，温度降低，呈现出橙红色的光芒。它们虽然单个不算太亮，但因为数量庞大，集体贡献了核球的大部分可见光。第三，气体和尘埃被压缩发光。银河系中心不仅是恒星的聚集地，也是气体和尘埃的密集区域。当这些星际物质被中心的引力压缩、加热时，会发出明亮的红外线和无线电波，这也是银心亮度的重要来源之一。第四，中心黑洞周围的吸积发光。虽然人马座 A 黑洞本身不发光，但当它吞噬周围的物质时，这些物质在坠入黑洞的过程中会形成旋转的吸积盘。在这个吸积盘里，
物质被加热到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度的高温，发出极其明亮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能够通过 X 射线望远镜观测到银河系中心的活动。综合以上这些因素，银河系的中心区域自然就成了整个银河系中最亮的地方。但银河系中心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当我们深入观察银河系中心时，会发现那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恒星工厂。尽管中心区域主要是古老的恒星，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新星的诞生。事实上，银河系中心区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制造新的恒星。天文学家发现，在核球的某些区域，气体云的密度足够高，可以在引力作用下坍缩，形成新的恒星。这些新生恒星中的一些非常年轻，可能只有几百万年的历史。相比于核球中那些100亿年老恒星，它们就像是宇宙中的婴儿。这些年轻的恒星发出炽热的蓝光，照亮了周围的星际空间。它们与古老的红巨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蓝白色的新生力量，一边是橙红色的暮年余晖。这种色彩的反差让银河系中心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银河系中心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存在大量的幂近双星系统。在这些系统中，两颗恒星靠得非常近，有时甚至共享外层大气。当其中一颗恒星演化到红巨星阶段，它的外层物质会被另一颗恒星的引力剥离，形成一个物质交流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明亮。在银河系中心，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数千个这样的幂近双星系统，它们像是宇宙中的双人舞者，在引力的指挥下翩翩起舞。但说到银河系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存在，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个看不见的王者人马座 A 黑洞。这个超大质量黑洞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困扰天文学家多年的问题。目前，关于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机制，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人马座 A 可能是通过恒星量级黑洞的合并逐渐形成的。在银河系早期的漫长岁月里，无数大质量恒星燃尽燃料后，坍缩成恒星级黑洞。这些黑洞在引力的作用下相互碰撞、合并，逐渐吞噬彼此，最终形成了这个400万太阳质量的巨大黑洞。这个过程叫做等级合并模型。第二种理论认为，人马座 A 可能是直接由巨大的气体云坍缩形成的。在银河系形成的早期，核球区域的物质密度极高，当巨大的气体云直接坍缩时，可以跳过恒星形成的阶段，直接形成一个超大质量的紧凑天体。这个过程叫做直接坍缩模型。第三种理论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人马座 A 可能不是在银河系内部形成的，而是来自一个被银河系吞噬的小星系。天文学家发现，银河系在过去曾经吞噬过多个小星系，这些小星系的中心往往也包含超大质量黑洞。当一个大质量黑洞被银河系捕获后，它最终会沉降到银河系中心，与原有的黑洞合并。无论真正的形成机制是什么，人马座 A 的存在已经得到了观测的充分证实。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发给了2位为证实超大质量黑洞存在做出关键贡献的天文学家
安德烈亚·盖兹和莱因哈德·根策尔，他们的工作通过追踪银心周围恒星的运动轨迹，精确测量出了人马座 A 的质量。盖兹和根策尔领导的团队使用位于夏威夷的凯克望远镜和位于智利的甚大望远镜，对银心周围的恒星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跟踪观测。他们发现，有一批特殊的恒星在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引力中心高速运转。最极端的一颗叫做 S2 的恒星，只需要不到16年的时间就能完成一圈公转，其轨道近日点的速度达到每小时近8000公里。这些恒星的运动轨迹完美地符合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如果那里没有一个大质量的天体，恒星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运动。通过计算这些恒星轨道，天文学家得出结论，在那个看不见的位置，存在一个质量约为400万太阳质量的紧凑天体。400万个太阳的质量被压缩到一个太阳系内尺度的空间中。除了超大质量黑洞，宇宙中没有任何已知的天体能够达到这样的密度。人马座 A 黑洞的存在，不仅证实了银河系中心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所在地，也让我们对宇宙中星系形成和演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天文学家发现，几乎所有的大型星系中心都存在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的质量与宿主星系的质量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星系越大，中心的黑洞也越大。这种关联让科学家推测，银河系中心的黑洞与整个银河系是一起演化的。黑洞的成长和星系的演化是相互影响的过程。当黑洞吞噬物质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可以加热周围的气体，抑制新的恒星形成，从而调节星系的演化。反过来，星系中的气体和恒星也为黑洞的成长提供了燃料。了解完银河系中心的硬件、超大质量黑洞和密集的恒星群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问题：我们人类是如何观测到银河系中心的？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地球位于银河系的猎户臂上，距离银心26000光年。在这个距离上，银心被大量的气体和尘埃云遮挡，可见光几乎无法穿透。我们能够看到银心，依靠的是那些能够穿透尘埃的特殊波长。首先，让我们谈谈红外线观测。红外线的波长比可见光长，它能够部分穿透星际尘埃。天文学家使用红外望远镜，可以看到被尘埃遮蔽的银心恒星。通过追踪这些恒星的运动，他们可以精确测量银心黑洞的质量。前面提到的盖兹和根策尔的团队，就是通过红外观测完成了这一壮举。其次是无线电波观测，银河系中心发出强烈的无线电辐射，这也是为什么天文学家早在1932年就发现了人马座 A 射电源。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甚大阵列望远镜由多台射电望远镜组成，能够捕捉银心发出的无线电波，绘制出银心区域的结构图像。再者是 X 射线观测，当黑洞吞噬物质时，会产生高温的吸积盘，发出 X 射线。美国的钱德拉 X 射线望远镜和欧洲的 XMM 牛顿卫星都在监测着银心的 X 射线活动。2022年，
世界望远镜团队还发布了银心黑洞的第一张照片。虽然那个人马座 A 的图像看起来像是一个模糊的橙色甜甜圈，但它确实是人类观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最后是引力波观测，这可能是最神奇的一种观测方式。2015年，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那是两个黑洞合并时产生的时空涟漪。从那以后，科学家一直在寻找更多引力波事件。有趣的是，银心黑洞与周围恒星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产生微弱的引力波信号。虽然目前的技术还无法探测到这些信号，但未来的引力波探测器有望实现这一目标。观测银河系中心是人类科技和智慧的一次集中展现。为了穿透那26000光年的距离，科学家们使用了各种波段的眼睛，从无线电波、红外线、可见光到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每一种观测都在揭示银心的不同面貌。接下来，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银河系的中心在宇宙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吗？还是说，宇宙中到处都是类似的结构？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宇宙中几乎所有的大型星系都有类似的中心结构。让我们先看看我们的邻居仙女座大星系。仙女座是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大型星系，直径比银河系还要大1倍左右。天文学家发现，仙女座的中心同样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约为银河系中心黑洞的100倍，达到1亿太阳质量左右。仙女座中心的恒星密度也极高，发出明亮的光芒。再看看更远的地方，椭圆星系 M87 曾经因为人类拍摄到第一张黑洞照片而闻名，它的中心黑洞质量高达65亿太阳质量，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黑洞之一。M87 的核心区域极其明亮，释放出的能量是银河系核心的数千倍。这是因为它的黑洞正在积极地吞噬物质，产生了强大的喷流和辐射。有趣的是，不同类型的星系中心区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漩涡星系如银河系，中心通常是核球结构，恒星分布相对均匀；椭圆星系则可能有更密集、更明亮的核区。而一些特殊星系如类星体，它们的中心区域亮度甚至可以超过整个星系的其他部分总和。这意味着星系中心一个很小的区域发出了整个星系大部分的光。银河系中心的亮度在宇宙中其实并不算突出，相比于那些活跃的类星体和射电星系，银河系的中心可以说相当安静。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超大质量黑洞目前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没有积极的吞噬物质。但即便如此，银心仍然是银河系中最明亮、最神秘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银河系中心的存在对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有什么影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银心黑洞的引力维持着银河系的结构。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引力锚点，银河系中的数千亿颗恒星将无法维持有序的旋转，星系可能会在数十亿年内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来说，银心黑洞就像是银河系的定海神针。其次，银河系中心的恒星运动产生的引力波动，可能影响了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轨道。虽然这种影响非常微弱，但有些科学家认为，
这种长期的引力扰动可能与地球上物种大灭绝事件有关联。当然，这个假说还存在争议，但它提醒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并非孤立存在，我们都是银河系这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第三，银河系中心区域可能是宇宙射线的重要来源。宇宙射线是来自太空的高能粒子流，它们不断轰击着地球大气层，产生我们头顶的美丽极光。虽然大部分宇宙射线来自超新星爆发，但银心黑洞的活动也可能产生一部分高能粒子。最后，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来说，研究银河系中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银心黑洞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超大质量黑洞，也是我们研究引力、物理定律和宇宙演化的天然实验室。通过研究银心，我们不仅了解了银河系的过去和未来，也为理解整个宇宙中的星系和黑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当我们今晚仰望银河时，那条朦胧的光带正在提醒我们，我们是银河系的一部分。我们的家园太阳只是银河系2000多亿颗恒星中极其普通的一颗，而银河系的核心区域正以它独特的方式维系着整个星系的运转。银河系中心的光芒是数十亿颗恒星共同发出的，它们有的已经燃烧了100多亿年，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有的刚刚诞生，正处于最灿烂的时刻。在这个人马座 A 黑洞的引力统治下，这些恒星正在跳着一支跨越100亿年的宏大舞蹈。而那个黑洞虽然被称作看不见的王者，却是银河系真正的中心。它的引力决定了核球的结构，它的成长历程与银河系的演化紧密相连。当它吞噬物质时，释放的能量塑造着整个星系的命运。现在，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宏大的宇宙叙事，把目光收回身边。头顶的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星星们正在远处的天幕上闪烁。在那不可见的远方，银河系中心正在发出明亮的光芒，那光芒穿越26000年的旅程，此刻正以光的形式轻轻拂过你的身体。是的，你现在正沐浴在银河系中心的光芒之中。虽然这束光经过了漫长的旅程，早已变得极其微弱，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光从银心出发的时候，地球上还只有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光走了1/3个银河系直径的距离，才最终抵达了你的眼睛。在那段旅程中，光经过了无数颗恒星，穿过了数不清的气体、云和尘埃带，可能还曾被某个行星反射过。最终，它进入了你的眼睛，被视网膜细胞捕捉，转化为电信号，传递到你的大脑。这可能是宇宙中最奇妙的相遇之一。一束来自银河系最深处的光，与一个宇宙中最独特物种的成员，在此刻此地相遇了。这个物种就是我们人类。能够在某个夜晚思考银河系中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我们知道那里有密集的恒星，我们甚至知道它们正在如何运动演化。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文明积累的结果。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是这个宇宙故事的一部分。你体内的每一个原子都曾经经历过恒星内部的熔炼。碳、氧、铁，这些构成你身体的主要元素，
都是在数十亿年前的恒星中形成的。当你仰望银河时，你其实是在回望自己的起源。银心那边的光芒，正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能够存在，能够思考，能够感受，本身就是最大的幸运。我们生活在一颗不起眼的行星上，围绕着一颗不起眼的恒星旋转，位于一个不起眼的星系中。但在这一切的不起眼之中，我们发现了宇宙的奥秘，理解了恒星的演化，甚至开始捕捉黑洞的影像。这难道不是宇宙中最大的奇迹吗？银河系中心的那道光还会继续照耀下去，即使有一天太阳燃尽了，地球消失了，银河系中心的光芒依然会继续闪烁，因为那里有太多太多的恒星，它们会一颗接一颗的诞生、燃烧、消亡，编织成一道永恒的光。而我们曾经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有幸目睹了这道光。在某个你看不见的地方，银河系中心正在发出它永恒的光芒。数十亿颗恒星在跳着它们的舞蹈。人马座 A， 黑洞在静静地旋转，吞噬着偶尔经过的星际物质。那里的时间尺度与我们完全不同，一个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需要数万年才能被我们观测到。但此刻，让我们与那道光芒同在，让我们想象自己漂浮在银河系中心，感受着恒星的温度，被引力拉向核心。那里不是黑暗的，而是光明璀璨的；那里不是寂静的，而是充满变化的。每一颗恒星都在燃烧，释放着光和热。每一秒都有数不清的光子从银心出发，向宇宙的四面八方飞去。它们中的一些正在前往某个遥远星系的途中，另一些则可能正在前往你所在的那个小小星球。我们都是银河系的孩子，构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很久以前很远地方的一次恒星爆发。生命的出现是宇宙演化的必然结果，而智慧生命对宇宙的思考，则是这个演化过程中最美的花朵。当你进入睡眠时，请记得，支撑你生命运转的能量来自遥远太阳的核聚变，而让你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宇宙意识，来自数十亿年前某颗古老恒星的遗产。银河系中心的光芒会在黑暗中陪伴着你，那道光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提醒着你，在这个宇宙中你并不孤单，所有的生命都是相连的。我们与那些在银心燃烧的恒星共享着相同的原子，我们与那些曾经照耀过地球的阳光共享着相同的光子，我们与这个宇宙中所有曾经存在过和将要存在的生命共享着相同的命运。晚安，让银河系中心的光芒带你进入梦乡。在你意识渐渐模糊的边缘，也许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那是一种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一种超越日常琐事的宁静。我们都是星辰，在宇宙的长河中短暂闪烁后归于沉寂。但正是这短暂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去理解宇宙，去感受美丽，去爱与被爱。明天醒来时，太阳会照常升起，阳光会洒满你的房间。那是来自银河系中心光芒的延续，是宇宙数十亿年演化的馈赠。请记住这份礼物，记住那个在26000光年之外正在安静燃烧的永恒之光。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晚安。